亲爱的灵魂家人，欢迎回来！我是宇宙为你指引的塔罗牌占卜师 Jessie。今天我们运用塔罗牌占卜来连接一下月老、月下老人，看一下他为你牵线了哪一些美好的缘分。当下他给你的良缘指引是哪一些讯息？让我们来收获这份幸福、这份丰盛，并且运用宇宙吸引力法则来显化美好的爱情缘分。目前呢，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最左边是第1组，中间是第2组，最右边是第3组。我们要选择1组牌卡进行聆听，所以首先来做一个静心的冥想小仪式，集中我们的能量进行牌组的对接，而不是通过我们的逻辑思考哦。所以亲爱的，请跟着我做，可以的话闭上眼睛，把我们的腰背挺直，肩膀下沉，完全放松，专注度放在呼吸上，大口吸气，大口吐气，吸气，吐气。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亲爱的月老，你为我牵线搭桥了怎样的美好缘分呢？感谢你的指引，感谢你的赐福。询问完之后，睁开眼睛，看到的那张牌卡就是宇宙，就是月老要给你的讯息了。公屏打出来，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我是幸福的，我是美好的，我将收获到月老给我的良缘。多多的留言可以提升我们的运势，增加我们的能量哦。选择好之后，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有对应的每组牌卡的时间，点进去就可以聆听老师为你做的占卜了。这个频道呢也开通了会员，如果你想加入会员的话呢，有2个选择，一个是远景探索者，一个是命运掌控者。如果你加入命运掌控者的话呢，那么在未来的直播面对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运用 YouTube 频道来跟大家对接，跟大家一起来聊未来，来做占卜，来做灵性的祷告，以及增加我们自己的古老的更多占卜智慧哟，让我们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吧。好，那现在你订阅本频道了吗？你有加入会员了吗？你有留言好了吗？如果已经有这些操作了，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哦。亲爱的，我们来接收宇宙月老给你的讯息。那么首先可以看到当下的你的能量是属于直觉、第6感非常强的。看到近期呢，运势也在逐渐的提升。你的灵性上面呢，你的感知正在被打开，好像头脑中的这种天线变得更加的清晰，可以接收到很多细腻的讯息，也可以接受来自更多灵性啊、感官上面的讯息。从宇宙的角度来说的话呢，你和宇宙的频率正在对齐，所以很多时候答案会直接通过感知、感觉跑到你的心里面。也可以看到呢，你近期内心是比较安静，是比较专注的，所以可以更快感觉到一些很微小的变化。大脑里面没有那么多复杂，没有那么多喧闹，那么吵，所以才能听到心里面的声音。这是一种内外同步的能量状态。在日常生活里面呢，你可能也处在一个感官放大，自己的听觉啊、味觉啊，或者是第6感啊，都更加容易捉捕到信号的一个时期。比如说你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别人的一些情绪。有的人表面上他可能是这种嬉笑打闹的，但是你可能知道他的心里有一点悲凉，或者其实并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么的开心。或者你可能在跟别人接触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得到这个人的能量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他最近的状态是怎样的，或者他对你到底是不是真心的，是不是真诚的，多多少少呢会有很强的感受。
还有最近可能有些事情你会提前有一些感觉，你也不知道怎么样解释。比如说，你刚想到某个朋友，然后自己的手机马上就响了，结果这个朋友给你打电话，或者是给你发信息了。也可能是出门之前呢，突然心里面一紧，结果今天真的可能遇到一些小状况，也可能今天睡醒了心情特别的好，然后今天整一天呢都发生了一些小幸运的一些事情，即使出现了一些现实生活中的障碍，都很快很平顺的度过去。或者是你脑子里面呢就有一个小雷达，可能比别人早一步接收到一些讯号，也近期呢也可能会做一些很特别的梦境，比如说有金钱入账之前呢，可能就会梦到河流啊，可能梦到山川啊、大海呀，梦到水呢就是金钱来了。当然也可能会有一些梦境给到你很强烈的一些提示，可能最近呢也是跟自己的潜意识多多少少有一些连接的，在做一些选择决定的时候，你心里面早就知道答案了，就是看你敢不敢去相信它，敢不敢去选择了。可以看到近期呢，你就在一个第六感爆棚的状态，所以也代表着自己是很有灵性的。那感觉呢，以及我们的运势呢，都在提升之中。当下对感情哦，你希望是更加实际、更加务实的一些情感，不要太过于的浪漫，或者是追求那种很纯真简单的情感，反而呢你会更多的一些成熟。如果一段感情它只是消耗你的，它没有给你带来任何的成长、任何的价值，你宁愿不要。你希望呢，爱情是可以互相扶持、彼此成长的，没有任何复杂的一些算计。你希望这份感情呢，是可以给彼此带来很好的一些价值的，无论是金钱价值也好，事业价值也好，人脉价值，或者是情绪价值，或者是让自己有更多智慧也好，你都希望呢，是一个有意义的情感，而你也不会因为好像年龄到了该结婚了就去谈恋爱，你不会以结婚为目的而走到爱情关系里面，可能也不愿意去参加一些相亲啊，或者是过多的在这种社交媒体、第三平台搭建认识的平台去认识朋友，你会更多的不想以一个目的而走进一段关系，你希望遇到的真正的是那种以爱的名义而相遇的，真的是好的一个缘分。虽然心里面是渴望幸福的，但你也知道，现实呢并不是童话，并不是说结婚了就幸福了，结婚只是进入到另外一个人生状态里而已。而当下你想要的就是那种很真实的、脚踏实地的爱，不想要那种表面上很完美的一种情况，也不希望是以特别目的性的去谈恋爱，还是希望遇到这种心动的人啊，还是希望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啊。对感情呢，也多多少少是有期待的，希望可以跟你一起去规划未来，不想要那种短暂的激情，是可以肩并肩走得更远的。所以你对感情的要求呢，是宁缺毋滥，真实比形式更加的重要。希望两个人一起可以走得更加的长远，更加的踏实，但也不要急躁，不要急躁的想要去一定要建立婚姻，一定要建立家庭，一定要建立同居生活。遇到合适的，那我们就可以去畅谈未来；没遇到合适的，那就好好的爱自己，好好的让自己去种一些好的因果，去做一些自己幸福喜悦的事情，带自己去开心就好了。爱情呢，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
这就是你当下的状态，有对应到吗？如果有对应到一部分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哦。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那你可能要跳脱出去，重新进行一下牌卡的选择，代表刚才没有很好的集中能量哦。好，月老给到你的良缘，首先，对方是一个要么经济条件还不错的人，事业不错的人，生活呢是有一定的质量，是有一定的仪式感的；要么这个人呢，他的原生家庭的经济条件就还是不错，所以让他这个人也是比较有品位的，从小呢衣食无忧，可以看得出来被爸爸妈妈宠爱，养得很好。这个人在物质上面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他会给爱情带来安全感。两个人在一起呢，不会担心这种生活起伏太大哦，不会去一定要爱情跟面包做一个选择。他的条件，他的状态呢，是可以让关系更加安定的。另外呢，期待这张牌卡可以看到，在他心里面，他是很期待一段真诚的感情的。这份情感并不是随便玩玩，没有任何的爱情游戏，没有任何的暧昧，而是真的让你找到了彼此都合适的人，两个人会充满了希望，积极的去好好经营滋润你们的情感关系的。两个人呢，对这份关系都是有更多长期可能的这种期待。是的，这个人就是你的正缘，他就是你的结婚对象。看来你今生的结婚运势蛮不错的，遇到了很好的缘分。也许在你结婚之前呢，可能会遇到一些偏桃花啊，或者是错过一些缘分啊，或者是出现一些人来给到你一点教训，或者是给到你一定的学习，让你去学习更多的爱情技巧。在你足够的成熟之后，或者经历过一些情感的起起伏伏，懂了一些人际关系相处模式之后呢，你真正的良缘，很好的缘分就是你的正缘。这张牌卡就是非常明确咯，这个人呢跟你不是昙花一现的这种短暂的桃花，是可以走到你的生命里面，成为你的伴侣，共同去规划未来的。他对感情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稳重的，他会把你们两个人彼此的长久放在心里面。感恩月老给你的牵线搭桥。好，继续来看一下。那它出现的时间呢之类的讯息是怎样？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哦，你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认识他，他还没有出现，他是一个新的人，在未来，而且他不在你过去的这种情感经验里面，也许跟你过去接触的一些可能缘分都不是太一样的状态，是一个完全的新对象，一个目前你还没有认识的人。你当下呢不用去纠结过去，这个缘分是全新的开始。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正在慢慢的向你走过来了。五角星骑士呢，它是土的能量，所以它虽然骑在马上面，但是可以看到它是正在向你靠近，它的行动呢是比较慢的，所以它还没有出现，速度呢并不是很快，但是它是脚踏实地的。当下呢你们没有相遇，可能是大家都没有在对的一个时间点，他可能还在去努力拼搏自己的事业啊，努力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稳定啊，让自己有更多的一些安全感啊。当他准备好可以建立家庭的时候，你们两个人应该就会相遇了，而且你们之间的情感呢，应该也是一步一步慢慢的去发展的。你们的情感地基打的是比较牢的，而这个人他绝对不会在你混乱或者是焦虑或者是消极或者是卡在过去的时候出现，他是在你人生相对来说比较平衡节制，然后心态很放松，不着急去找任何人填补感情空缺的时候，就会自然的走进来。好像跟你当下的这种心境状态是比较连接的哟，所以很可能它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在很快1年之内的样子。
当你过得比较稳定，然后生活呢也是很注重质量，可以处理很多的一些家务事呀，可以打整家务，懂得一定的断舍离，然后可以做美好的饭菜给自己。当你有很好的这种生活技能的时候，那这段缘分就会被你吸引而来了。所以在彼此都已经准备好建立家庭的时候呢，大家应该就会碰面。对方呢已经在路上，只不过他在慢慢的靠近你，这也是很棒的一个好消息。如果用狗狗来形容你的正缘的话呢，你的这份良缘的话呢，它很可能就像是中国的冠毛犬一样，很特别哦。外表看起来应该不是那种最流行，然后最常见的那一种，也不是第一眼就看到非常卡哇伊、可爱、很漂亮的样子。但它身上呢有一种很独特的优雅，越看呢越耐看。它很快乐，喜欢表达自己。虽然有时候有一些敏感，可以感受到周围人的一些情绪，但是他不是那种很高调张扬，走到哪里都特别显摆啊，特别愿意去展现自我的那种状态。他没有很霸气的能量，但是呢，让人感觉是非常的舒服的，是可控的，没有太多的一些抓马。跟他相处的时候呢，你也会感觉得到优雅自在，还会感受到他给你带来的那种快乐的氛围。他其实是一个比较体贴、比较忠心的人，是很可爱的一个形象，没有太多的功利之心。那我们继续来看他的一些性格特质。其实这个人哦，你不要看他好像可能并不是很强大、很强壮的一个样子，但其实他的内心里面是非常坚强的，是很有力量的。他是一个很有弹性、韧性的人，遇到困难呢，绝对不会轻易的放弃，而且越挫越勇。如果做错事了、跌倒了，没有关系，再来，不断的去总结经验，不断的进步就好了。他的能量里面呢，没有特别这种消极呀，或者是内耗的状态。这个人想法呢也不龟毛，在感情里面，他很会保护自己在意的人，他也很懂得坚持自己的立场。他的身上呢，其实内心里面是很有力量感的，不逃避，不懦弱，也没有拖拖拉拉的习惯。你会觉得这个人蛮靠谱的，是可以依靠的。而且呢，他也是一个比较怀旧的人，很重朋友啊，很重亲情啊，很重感情啊。对于也很善良，对于需要帮助的人呢，都会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对于弱小的人呢，他都会给予保护的。而且对他来说，感情不是算计，也不是利益的交换，就是一种很纯粹的陪伴跟快乐。他会特别珍惜跟自己恋人在一起的点点滴滴，骨子里面呢，多多少少是有一些浪漫的，也是比较大方慷慨的，愿意去记住认识的时光啊，记住对方的生日啊，那该送礼物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双手奉上的。可能他不是特别爱学习，并不代表他没有进取之心哦，只不过可能对于看书啊，或者是一些文化啊，他没有太多想要去更多接触的这种状态，而且也不是很喜欢死记硬背的这种学习状态。可能在金钱上面呢，他也没有太多的欲望，甚至他可以为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而做家庭主妇啊，或者是他是男生的话呢，如果自己的老婆比他的事业工资发展的更有潜力、更长远的话，他也是愿意辞职在家安心带小孩的。这个人其实对于感情、对于责任还是蛮成熟的。另外呢，他不希望人生
太多就是一成不变的状态，还可能是喜欢旅行啊，喜欢家人们经常的去走动啊，去参加一些活动啊，去不同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呢，不希望自己的生活呢太过于的无聊跟无趣，而且他有一定的冒险精神。他希望人生里面呢充满更多的一些新鲜感，他希望生活里面呢也经常有一些突破，换个环境啊，尝试一些新的兴趣啊，或者是偶尔打破一些封建的旧有的一些规则啊，都是蛮好的。这并不代表他不稳定哦，而是他相信生活是需要一些冲击，是需要一些转折才能真正的成长的。这个人的世界观呢，其实是比较大的，他不会把自己困在原地，他也不会把自己困在过去，是一个不喜欢死板规律，敢于接受新挑战的人。希望自己的人生有很多的一些经历，有不同的一些故事，希望自己在感情里面呢也是充满活力，也是不断的去滋润，不断的去突破的。他不爱学习，可能是不喜欢在这个学校里面，但是在社会之中去学人情世故啊，这些他都是蛮喜欢的。好，另外呢，他内心非常渴望两个人一起打造日常的幸福，希望有归属感，希望彼此有依靠。他追求的是一种可以一起生活，一起庆祝生活细节的爱情。所以这个人呢，他的性格还是蛮鲜明的，重情重义。人生呢，也会因为大转折而变得更加的成熟，比起短暂的激情呢，他更想要稳定的、真实的，能一起走下去的，不断去庆祝美好的这份情感，所以也算是一个比较积极、乐观、开朗的性格。他的星座呢，很有可能是射手座、天蝎座、巨蟹座、狮子座、双鱼座。或者是他的太阳、月亮、上升星座是在巨蟹座、双鱼座、狮子座、天蝎座、射手座，星盘里面呢带着水的能量还是比较多的一个氛围。好，另外他其实长相哦还是蛮冷酷的，而且他属于那种年纪越大越好看的那种外形，可能小时候呢几岁的时候，她长得并不乖，并不是很漂亮，但是到了中年，就是最有气质、最好的时候。她身上有一种非常大气、自信的特质，她绝对不是那种第一眼看着就好像很惊艳的这种大帅哥、大美女哦，但是确实，她长得也不一般，还是很不错的。站在人群里面，就是自带着一股存在感。可能他的眼神啊，他的谈吐啊，都是属于那种稳重又有力量的气场，会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的。这个人的眼神呢，应该是比较犀利，很灵动。另外，可能他是属于那种跟他在一起越久之后，越能发现他的魅力，绝对是属于耐看型。第一次你见到他的时候呢，觉得还不错，但是相处起来你会发现，哇，这个人其实蛮有味道的，真的越看越好看。所以他的样子并不是很浮夸的那种类型，但是有一种耐看的魅力，有一种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加有吸引力的这种状态。她的身材呢，绝对是那种爸爸妈妈都很喜欢的身材，很标准，很匀称。男生呢，大概是标准身高，甚至比平均身高还要高一点的，但不是那种很瘦弱的身形，有肉，有结实的体型，肩膀呢可能是稍微比较宽的，摸上去这种身上的肉呢，也是有一点力量感的，身材比例很好。不管穿西装啊、衬衫啊，还是简单的这种 T 恤、牛仔裤，都是可以撑起来的哟，看起来很自然又好看。
如果是女生的话呢，应该是属于皮肤状态很好，有曲线感的身材，她肯定不是那种纸片人，但是是带着一些圆润或者是丰满健康的比例的。走路呢跟坐姿呢看着都是很优雅的，给人一种看起来非常舒服、赏心悦目的感觉。总的来讲这个人的身材肯定是属于很健康的，然后性格呢多多少少也是比较偏阳光的。虽然他不是那种好像健身狂的肌肉感，但是第一眼你就会看到这个人应该很会照顾自己。他的气质、他的身材呢，都搭配得很好，都是接近于标准、接近于完美的。第一次你见到他的时候呢，你就心动了，你就喜欢上他了，你就觉得对，他就是你想要的理想恋人。因为我们这边出现了恋人这张牌卡，可以看到你的心一瞬间就被触动了，很想把这个缘分抓住。但这种心动呢，并不是说让你脸红到不敢说话、很羞涩的那种，并不是那种小心翼翼，然后要故作深沉、假装冷静的那种，反而是心跳很快，但是你们整体的这种氛围是很自然、很舒服的，你不会觉得不好意思说话，你也不会觉得尴尬，你也不需要去隐藏自己的喜欢，因为好像第一次见到对方的时候，当你们四目相接的时候，对方也传递了一种隐隐约约，好像也是有点欣赏你，或者是对你有好感这样的一个回应。你们第一次的互动呢，是很轻松自在的，也是彼此很欣赏的状态。其实两个人都会大大方方的展现出自己对对方有好的一个印象，不用去演，不用去就是刻意的遮盖。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都会主动的去跟对方聊，然后大家心里面其实都很清楚，这个人不一样，要好好的去认识，要好好的去抓住这一次的机会。所以你见到对方呢，也是蛮有魅力，也是蛮勇敢、蛮大气的，表现得很好哦。好，那最后呢，月老告诉你哦，给你一点点提醒。人生要学会松弛感，要带着一点佛性去生活。在感情里面，也希望你可以放下执着，随缘自在。就有些人呢，谈感情会把自己压得很紧，每天都是想抓住啊、控制啊、确定结果啊。单身的时候努力去寻找爱情，觉得有了爱情才会幸福；有了恋人呢，又开始不停地纠结对方爱不爱自己，对方做得够不够好，对方会不会和自己结婚，然后去查行踪、查手机，或者是不回短信、不接电话就开始胡思乱想，或者是没有做到好的，没有做到自己喜欢的，没有说自己想说的话呢，就开始指责抱怨等等的。但其实月老告诉你，任何事情你越用力，那反而这件事情越容易跑掉。佛性的这种松弛呢，就是不强求。你知道一切的发生其实都有它的时间点的，你不用着急去推进，或者是特别的去焦虑担心什么。你要知道，属于你的就不会错过，不属于你的再怎么样去强求去抓住也留不住的。这并不是一种消极哦，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智慧。当你放松下来，把心安住在当下，你就可以真正的享受生活，你也可以让爱情自然的流动起来。其实你越是放松呢，越是无欲无求，在感情里面去享受这种快乐，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不要去看对方做的好不好，就看自己有没有做够。反而这种没有压力的状态，会让两个人的关系走得更加的持久。谁都希望和一个给自己带来轻松舒服的人在一起，不是吗？所以不要有任何的一些压力了，包括追求金钱事业也是这个样子，松弛一些都会很好。另外呢，幸
福不是拥有多少，而是你能在没有的时候依然感到安稳自在的。另外呢，隐者牌卡的逆位告诉你，没有爱情也没有关系，你依然是可以散发自己的光的。没有房子，没有车子也没有关系，你依然是可以去享受人生，依然可以去建立幸福的。在我们的爱情里面，在我们的人生之中，我们不要去追逐有，而要去放下这种欲望。月老呢，希望你不要宅在家里面，少玩一些手机，少上一些电脑，走出去跟别人交流，哪怕是简单的闲聊啊，或者是一个微笑，一场聚会，这些互动本身呢，都是可以打开新的可能性的。你知道吗？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技巧绝对不是你在房间里面想通的。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爱情技巧是要不断的，无论是说友情技巧，还是说连接技巧、爱情技巧，都是要你在不断的人际关系互动里面去学习的、去体验的、去感悟的。所以不要害怕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会犯错，或者是在沟通里面大家会出现矛盾。一定要多去体验，多去有一些真实的互动，你就会不断的增加自己的爱情技巧、感情技巧。情商是需要去真实的与人接触才可以提升的哟。当你有足够的情商之后呢，那么未来在同居生活里面，在婚姻里面，你就会很懂得如何去解决很多人际关系的矛盾，或者是生活上面的矛盾，好吗？宇宙呢，月老呢，希望你多多的走出去，也希望你可以少一些控制，少一些压力。人生呢，不是拼命追逐我要有什么，而是懂得即使没有什么，我也一样安然自在，我也一样是健康幸福的。而当你带着这一份松弛去生活，去感受生命的时候呢，那么该来的爱情，该来的丰盛，自然会慢慢向你流过来的哟。好，亲爱的，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接收到月老的讯息吗？请留言，感恩月老，接收幸福，显化幸福的字样，让我们来跟月老进行一个连接吧。最后，祝福大家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我们来接受宇宙月老给到你的讯息。那么首先可以看到，近期呢，你的欢声笑语蛮多的。看来呢，你在一个很轻松、快乐的氛围之中，懂得享受生活里面所有的小美好，不允许自己陷进那种消极、悲伤或者是自找麻烦的状态。知道吗？快乐呢是一种选择，当你选择快乐的时候呢，你不只是心情好，而是整个身心灵都在被疗愈。身体上面的这种笑声呢，最近有帮助你减少很多的压力，让你整个人呢更加的有活力。在心灵上呢，你看待事情的角度变得更加的乐观了，不再纠结于过去，而是享受当下。灵魂上面，你的能量场更加的明亮了，磁场更加的轻盈了，自然呢就吸引到一些同频的好人好事靠近于你。所以近期你在用一种快乐滋养自己，让自己成为更加有吸引力的人，更加有魅力。当你笑得很真心，活得很自在的时候呢，你就迈向一个更加健康、更加幸福的循环。可以看到近期的你呢，真的是充满好运，也充满好的人缘、人脉、运势。而你对感情呢，还是在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态度上面。你希望感情上面大家是干净的、公开的、明确的，不要是那种暧昧啊，或者是含糊其辞。你不想玩任何猜心的游戏，你也不想在暧昧里面去消耗自己的时间。你是希望呢，可以
接触到很有力量、很有智慧的人。另外呢，你也正在挣脱一些感情的包袱，或者是框架、条条框框，一些过去的束缚。可能有的宝宝呢，困在一段不健康的关系里面，或者是有的宝宝被自己的对感情的恐惧啊、不安全感困住了。但现在你开始懂得，我要解放自己，我不要再有任何的一些限制。其实可能我年纪已经很大了，没有遇到爱情也没有关系，直到那个真正好的人出现，我再去谈情说爱，我不着急，我可以让自己丰盛。总的来讲呢，自己的心态最近也是会更加的成熟，更加的美好一些。你也希望自己遇到的这份情感是可以带来更多自由的，而不是压力，而不是那种捆绑的这种爱情关系。其实你身边也是有人喜欢你啊，只不过呢，目前你对于情感是比较挑剔的，不是说你没有爱，只是你不愿意随便接受一份没有意义的感情。你也真正的是等到那个你觉得很不错或者是很适合的人，你才会去谈恋爱，并不会因为别人喜欢你，你就要去奉献自己的时间，奉献要自己的精力。你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自己不需要什么，所以即使身边有人出现想要跟你有更多的互动啊，这种约会啊，你还是蛮有边界感的。你也可能觉得不对的频率的话呢，宁可空窗也不愿意去将就。所以当下自己对于爱情的态度呢，也是非常的理智，也是属于那种宁缺毋滥。不着急，真的是要那种很真实、很自在的爱情，真的是要那种很匹配的人，你才会去有任何的情感连接。当下的状态确实也是蛮成熟、蛮好的。这是你近期的状态吗？如果是的话呢，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呢。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那你可能要跳脱出去，重新进行一下牌卡的连接，代表刚才没有很好的集中能量。接下来呢，就看月老给我们的良缘。首先，我们出现的是工作、职业、合作这样的一个牌卡，那很可能你跟这个人的相遇是在跟事业，如果你在读书的话呢，可能就是跟自己的学业有关的，可能是同事、合作伙伴，或者是透过自己的公司啊、职场啊、项目啊。或者是在一些培训、学业上面的交流而认识到的，应该不是那种偶然擦肩而过、转角遇到爱的缘分。大家呢，应该在一个比较实际的场景，然后在更多的接触以后呢，这个缘分把你们慢慢拉近的。一封愉快的信，这个讯息比较有趣，代表你们之间的互动也有可能是从文字开始的，比如说一份邮件啊，一条讯息啊，一个聊天对话啊，也可能在你们工作上面是需要有一些这种书信文字上面的这种沟通的。总的来讲呢，也可能你们本来是因为同事关系。但真正的在私下，因为某一条讯息才开始慢慢有更多的这种沟通的。在这些沟通交流里面呢，你会感觉得到一种很轻松、很愉快的氛围。他写的这些话呢，也许会忍不住让你笑起来，也许你会觉得这个人特别的懂你，也许你会觉得这个人呢，好像给到你一定的情绪价值。或者是跟他聊天呢，好像还是蛮顺畅的。这些呢，应该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可以给你带来一种情感温暖的互动的。另外呢，在这段关系里面，你应该是成为最核心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在他心里面，你不是选项，你是唯一。他很在乎你，他会以你为中心来考量这段关系、这段感情。他很注重你的感受，他很
欣赏你，很尊重你，让你感觉自己是非常重要的，让你感受到对方对你的真诚、珍惜，你会是对方心中非常重要的存在。如果她是女生的话呢，她可能也是比较温柔啊，有一些母亲这种特质，比较温暖、优雅的这一部分。如果他是男生的话呢，他不会特别的那种直男哦，他也是可能说话声音不会特别的大，还是比较温柔的，眼神呢也是比较深情的，身上呢有一些很温暖的一些部分。好，另外我们来接收月老给你的讯息。这3张牌卡可以看到，这段缘分可能已经在你所处的这种环境里面了，所以它不会是离你距离特别远的那一种，你不需要刻意的远行或者是大费周章的去寻找，可能就在你现在的工作场合，或者是朋友圈子里面，或者是这种日常生活的社交里面，可能它就在你的身边，你还没有意识到，或者是有的宝宝还没有接触到对方，他就在你生活的城市，或者是你经常去的一些地方。这段关系呢是不需要你苦等很久的，他可能是不会跟你花长时间的去观察、等待才会有结果的，看到一种比较快的能量。有的人呢可能会在7个月之内就跟对方相遇，然后很快的进入到恋爱模式里面。但对于还没有准备好的人来说呢，宇宙呢会给到你一定相遇的延迟，可能是你真的打算建立家庭的时候，或者是愿意认真投入到一段长期关系的时候，它才会出现。有的宝宝呢，可能在自己的这个良缘出现之前，还是可能会经历过一些桃花，在这些桃花之中是需要学习一定的爱情技巧的。当你准备好，有一定的这种情感技巧之后，你才会跟对方相遇，因为他很可能跟你是正缘，你未来建立家庭的人，或者是同居生活在一起的人，这是非常好的消息哦。月老呢，把良缘赐到你的正缘上面。他给你稳定，他给你家庭，他给你长久，这段关系一旦开始呢，就可以走向这种开花结果的，你们可以真正的互相陪伴，不是短暂的桃花，不是昙花一现的激情，而真的是那种扎实很基础，能够长期发展的感情。这段缘分呢，可能发生在相同的文化或者是环境里面，所以对很多人来说，对象不可能是外国人。即使你在国外生活的话呢，可能他依然是你家乡国家的人，你们之间没有太大的地理差距，更像是有相同的语言啊、相同的文化啊、相同的生活圈里面，慢慢的彼此认识靠近。但是在认识之后呢，就会很快的去沟通、去互动、去建立恋情，而且一定是在一个好的时间点才会相遇的。对于选择这组牌卡的朋友们，可能很快它就会出现，3到7个月之内就会出现。但如果说你年纪还是很小，你现在呢还可能要去别的国家发展，或者是事业还不是很稳定，你还没有准备好建立家庭的话，也许你需要更多的一些耐心，等到你进入到一个稳定的阶段之后，对方才会出现。但是你们一旦相遇，那就代表着互相长情的陪伴了，这是很好的消息。而且如果用狗狗来形容对方的话呢，它很可能就是杰克罗梗。
那这个是非常可爱的狗狗，很小只的狗，但特别的灵活聪明，反应很快，很活泼，很有精力，同时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你叫它的时候呢，它会立刻抬头看你，判断一下是不是要冲过去，然后再果断的做出决定。所以它不是那种很冲动、很莽撞的性格，有自己的智慧哦。他的性格里面呢，也带着一种机灵，一种果断，不是那种拖泥带水的人，身上有一种勇敢的能量，敢说敢做，不怕去尝试任何新的事情。他的存在感蛮强的，不一定说是外表很张扬哦，但是就是有一种你没有办法忽略他，你一定会注意到他的这种能量，很妙。很特别，也很引人注目，也很引人喜欢。好，我们再看一下他的性格。确实，他的性格也是蛮好的，他绝对不是那种很纠结、很悲观的人。也许在他人生里面，他可能有过低谷，有过挫折，或者是他的原生家庭并不是很好，但是呢，他是一个很懂得从失败里面去吸取经验的人，所以他属于越挫越勇的类型。他绝对不把自己困在这种伤痛或者是这种消极、自怨自艾里面。你会觉得他蛮坚强、蛮干脆的，他不会去内耗，他也不会去消耗自己、消耗别人，反而他是一个可以给周围的人带来很快乐、很轻松的氛围的。他非常重视朋友，非常重视人际关系，他也喜欢跟朋友们聚会啊，喜欢去参加一些活动啊。在人群里面呢，他是很可以很快速的去融入的，他是很可以知道如何去调节气氛，给大家带来快乐的。感情里面呢，他也不希望两个人就是互相的缠密哦，而是希望呢跟恋人一起去分享朋友圈子啊，一起去参与到彼此生活中的这种小欢乐啊，一起去认识新的朋友啊，一起去旅行啊，一起去玩得更加的尽兴，更加的快乐。他会觉得爱情呢，就是除了浪漫，也是要情趣相同才是最好的。他对于物质、金钱没有太多的一些欲望，他不是那种事业心特别强的人，然后对权力呢也没有特别高的一些要求。他可能有自己的一些能力，他有赚钱的一些方式，但是他不会一心只追逐金钱。他也不是一个特别节约的人，可能在理财上面并不是很优秀，没有花太多的心思在金钱上面啦。但是他是觉得感情比事业、比金钱更加重要的。对他来说，生活的品质跟心灵的满足、情感上面的收获，比外在的成功更加的重要。如果一份工作，比如说律师，挣到的金钱啊，得到的名声很多，但是要花很多时间在工作、在加班加点上面的话，他宁愿不要，因为他希望很多的时间呢拿去生活，拿去跟自己的爱人在一起，去享受快乐，去享受日常的点点滴滴，都来得更加的重要。宁愿少挣点钱，宁愿呢不去选择好像大家都很期待的这些事业。他不会是一个特别浮夸的人，他其实蛮脚踏实地、蛮本质的，所以他也给人一种很自在的感觉，因为他不会把这种压力呀带到这种情感关系里面，其实蛮不错的，是一个很享受生命、很享受快乐、很喜悦的人。他的星座很有可能是狮子座、射手座、水瓶座、狮子座、天秤座，或者是他的太阳、月亮、上升星座是水瓶座、射手座、狮子座、天秤座、双子座。可以看来呢，他的性格是比较外向，是很开朗的。好，他的样子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帅气，或者是五官很有棱角，可能看起来有一点憨憨的，
可能看起来是属于那种很稳重啊、很可靠、很耐看的类型。虽然是比较平凡的这种长相啊，大众脸，但是也是蛮有这种存在感，也是很可能很可爱的那种状态。不是就是第一眼就很漂亮的，但只要你多看几眼呢，就会发现她很耐看，很有自己的一些特质。长得算是中等或者是中等偏上，但他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的实在、靠谱，可以信任。在外形打扮上面呢，他也不会太过于追求时尚，太过于追求潮流，他不会花太多时间去打扮自己，可能会有一点随性，给人一种非常自然真实的感觉。所以他的魅力呢，绝对是那种很朴实的，不假装，不浮夸，不造作。他不是一个靠外在的装饰去吸引别人的人，他是靠他的性格、气质跟他的真实感。整体的来讲呢，他的样貌属于那种低调但是耐看的类型。随着时间的相处，你会越来越觉得他蛮有魅力的。这种魅力其实更加的长久，也更加的真实。但是长相平凡，身材是蛮好的。他的身材也不是那种天生就很完美，就是基因非常强大的类型。小时候呢，或者是年轻的时候，也许有胖过啊，也许对自己的外形有不满意的时候，觉得不够好的时候，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进入社会之后，他开始更加自律，懂得后天努力的一些重要性。然后他就去健身，他就去锻炼，或者是在饮食习惯上面呢去调整自己的饮食，多吃蔬菜，少吃一些特别燥的食物，多吃一些消炎的食物。慢慢的，他就把自己的身材练出来，把自己的皮肤可能就减少痘痘啊，可能更多的一些光滑了。就是透过后天的付出，他让自己有一种很感性、很有吸引力的身材。虽然他的身材不是那种天生的优势，但是靠着后天自己努力的塑造，就是看着呢很有力量感，看着呢也是很有魅力、很不错的。越是靠近他，越是发现这个人挺有吸引力的。所以加分，身材上面呢就是加分，也可能它的味道是你喜欢的。总之，它身上呢有一个部位也是你很喜欢的，应该是你满意的。你对它呢多多少少也有生理性的喜欢。两个人在一起呢也是蛮有激情的。实际上，在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你没有太多这种心动啊、小鹿在内心乱撞的这种兴奋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种氛围是很平静、很温暖、很舒服的。你不是第一眼就被电到，但是呢，会觉得跟他在一起很有松弛感，很舒服自在。你不会对他有太多一些防备或者是怀疑，你就觉得这个人善良、可爱，还有亲切感。在跟他对话的时候呢，他也没有给到你任何的压力啊，或者是紧张的状态，就是你们两个人讲话的时候，他不会把你的话掉在地上，而且你说什么，他好像都 get 得到、理解得到。两个人也有一种智性恋的这种接触交往，他也是非常聪明的。你会觉得他很会聊天，很懂得照顾你的情绪，他不会冷场，他不会让你尴尬，他总是刚刚好的回应你，他总是给到你的这种点呢，让你觉得被理解、被重视。整个接触的过程里面呢，你是非常自在，并且很认可他的，他有打到你的心里去，而且他的眼神非常的坚定。可以看到他内心呢是很专注，是很自信，也是很真诚的，给你一种特别安心的感觉。
所以第一次见面呢，不是那种很一见钟情、轰轰烈烈的心动，但是却有一些疗愈，却有很好的情绪价值，却是又很温暖的，让你在心里面会默默的想，如果跟这个人接触或者是在一起的话呢，应该是很好的一个效果。所以这样的能量哦，比激情更加的珍贵，因为它是那种细水长流，然后慢慢沉淀成真正的稳定感情的。另外呢，也可以看到，在这份感情里面，大家是一步一步的去加深情感基础的，没有唐突啊、冲动啊，或者是茫然，就是顺其自然、细水长流的爱情。好，接下来呢，月老是要给你一些讯息哦。那可以看到月老是很爱你的，给你牵线了很好的缘分。但是当下呢，他提醒你，感情里面最重要的不是说你过去经历了什么，而是你愿不愿意给自己一次新的开始。从灵性层面来讲，你已经学会了很多的情感课题了，或者是人际关系相处的这种课题了。现在呢，是时候放下旧的一些包袱，别再让过去的任何情感阴影去影响你了，也别让别人的一些悲情的故事去影响你。不要去纠结一些不完美的故事，也不要去追求一些完美的情感故事，更多的是享受当下，给自己重新出发的勇气。所以你要尝试去接收一些新的交友方式，你要去参加一些新的活动，你要打开自己的心房，去面对一些新的人事物，跳脱出自己熟悉的圈子，去做自己没做过的事情，去接触一些没接触过的人，其实是很好的，可以打开更多的机会，打开更多的一些可能性。不要觉得好像别人跟你想的做的是不一样，那么别人就是奇怪的。实际上呢，去接触这种不同性，并且放下旧的能量，你的良缘就有机会走进你的这种磁场里面了。另外呢，在人际关系跟感情里面呢，就是要去总结经验，整理技巧，提升质量。其实过去的每一段情感相处，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都是一次学习。在每一次接触之后，其实都可以问自己，你在这份感情里学到了什么？你在这个人脉、这个人身边，你学到了什么？以后呢，怎么样去做更好？无论是沟通方式啊，还是这种互动模式里面，其实都是可以去学习的。在交流之中多倾听，然后也要去学会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就是不断的去修正自己。这样的话呢，在下一次的情感连接里面就会更成熟，就会更真实，提升自己的情爱技巧，提升自己的频率，那么你就会吸引到更加相合、更优秀的人，让自己在人际关系跟感情之中变得更加的有智慧，这样自己的感情呢也会有更高的一个质量。好，还有就是从感情里面我要什么，到我们一起去创造什么，其实非常好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我们会想，我在这份关系里面我要获得什么，或者是还是以第一人称我来特别关注一些事情，但其实不要用我这个字来衡量情感了，而是要双向的流动，才会带来人际关系的圆满。在对话上面，你可以说我们一起做什么，我们一起去创造什么，我们一起可以分享什么。这些呢，就是少用我这个字，而多用我们
就会让自己的感情变得更加的稳定，更加的甜美。你可以尝试一下哦。所以五角星7这张牌卡呢，月老告诉你，感情里面要耐心等待，要给足够的时间去培养这份感情，一起去经历更多的事情。但感情已经来到之后的话呢，不要只是重复日常的这些小聊天啊，多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两个人一起去做一些没做过的事情，不论是去运动也好，还是说一起去发展这种运动的兴趣爱好啊，一起去旅行啊，那一起去交朋友啊，一起去做一些大家没做过的事情，去吃我们没有去吃过的一些食物等等的。那这些小小的推进，让生活里面有更多的新鲜感，创造你们独有的更多的一些记忆，反而会让感情呢更多新的一些活力，一直保持在一个激情的状态，好吗？不要因为拥有了爱情之后呢，就不再去互相的给到惊喜，互相的给到浪漫了。所以月老告诉你，感情是需要不断的去滋润，不断的升温的。另外在感情里面呢，也是创造更多我们共同的记忆，我们的美好的点，还有就是在感情里面给到彼此更多的贴心，更多的安全感，少一些抱怨，少一些索取，在人际关系中不断的总结，不断的提升。其实你已经很好，你现在状态很好，只是再多这么几个爱情技巧的话呢，你就会收获到足够的精彩，足够的丰盛哦。看来月老呢是非常爱你的，给到你很好的缘分，而且这份缘分就很快来到自己的身边了，好好去抓住吧。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灵魂家人，近期你就像是在烹饪魔法一样，增加自己的能量运势，而且在磁场上面是有一种吸引的状态的。你的能量场呢正在往外发光，就像是一个磁铁一样，会自然吸引到一些人、一些机会靠近你。最近你可能会发现，别人对你特别容易有好感，会主动想认识你、接近你。那有些人呢，也愿意跟你分享自己的一些隐私、自己的一些心情，把你当成可以信任的对象。就算你什么都没做，也会有人记住你，对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的。那看来你越是放松，你越是真实，你的这种气场呢就越稳定，而这种稳定感呢，就会吸引到同频的人或事情靠近你的。当下你处在一个吸引力比较强的阶段，磁场打开了，美好的事情正在向你汇聚。而近期呢，自己的身心灵打开，酝酿着一些美好的事物，你更能感受到一些直觉力、第六感的引导，甚至有时候自己都会隐隐觉得好像有一些好事情是要发生了。而在生活层面上呢，近期也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人际关系、新的合作、新的感情正在慢慢向你身边靠近。虽然有些事情当下还不会马上看到结果，但其实一切都在默默的发生，默默的形成，默默的运作。现在的你呢，正站在一个转变的临界点上面，美好的事物正在向你这边聚集，所以保持着开放，保持着这种积极的觉知，很快就会迎来宇宙给到你的惊喜的。而当下呢，在感情的选择上面哦，其实你更有一种顺其自然的心态，你相信宇宙，你是比较随缘的，相信宇宙会在对的时间把对的人带到你的面前。如果他没有出现的话，那必定现在呢不是一个好的时刻。你也不想再去强求，也不会刻意的去安排啊，或者是追逐情感。你知道一切都是有它的时机。
你选择自然的流动，你相信命运会给到你的这些安排。可能有时候呢，你也会觉得遇见了很好，但如果还没有遇到的话呢，也是没有关系的。有时候呢，虽然也会有一些小小的情绪，可能有时候也会觉得有些不甘心啦，有些遗憾啦，或者是有一些卡住的感受啊，不知道是该有更多的希望期待呢，还是说就保持着松弛感呢？其实你也在提醒自己哦，要慢慢的放下，变得更加的平和，更加的理智。目前你可能已经不再去追求那种小鹿乱撞啊，很强烈的兴奋感、激情，一定要一见钟情了，不再追求那种很短暂的激动，而是更在意两个人合不合适，能不能长久。所以在爱情感情的选择上面也会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淡定。而力量牌卡的逆位呢，也代表你不想太用力，不会为了去增加机会拼命的参加各种社交场合，也不会过度的主动去寻找，也不会过度的想要在网上啊，或者是去加入一些社交软件啊，这样去寻找情感，没有特别强烈的欲望，一定要马上得到。所以现在呢，对感情的态度真的是随缘，但是清醒，不强求，也不盲目。对于那种轰轰烈烈的心动呢，更想要一份合适的、真实的，让自己自在的情感关系。这是你的心态。当下有对应到你吗？如果有对应到，我们就继续往下哦。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那可能要跳脱出去，重新进行一下牌卡的选择，代表刚才的能量并没有好好的集中哦。接下来我们就来接收月老给到你的讯息。首先，我们出现了一个旅程这张牌卡，所以好的这个缘分呢，是和移动有很大的关系的。可能是你在旅行途中遇见的，也可能是因为搬家呀，或者是工作的调动啊，也可能是去参加一个活动，或者是要去到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公司、新的状态里面而认识到的对方。简单的来说，不是在你每天非常固定的环境里面，可能是在某种变化或者是移动后的这种情景下发生的。这段感情本身呢，是会陪着你走一段路的能量，它不是昙花一现，是可以跟你一同前行的，但是也不会陪你到人生的尽头，可能并不是婚姻组建家庭的这个缘分，可能今天月老给你展现的呢，并不是你的正缘，但是它依然是你的良缘，因为它会给到你很好的价值，会给到你意外的收获，而这些收获呢，应该对你今生哦，也许你的爱情观，也许你自己的人生选择，都有很大的一些影响跟帮助。有可能这个人他本身的物质、金钱条件是蛮不错的。所以他可能也许在金钱物质上面给到你一些实际的支持，也可能他本身在自己的专业度、事业上面是非常强的，所以他在你的专业事业上面给你介绍人脉啊，给你更多的一些关系，给你更多的一些资源来提升你自我的价值，让你收获到更多的成功。也有可能他在精神层面上面给到你更好的情绪价值，给到你很多的一些智慧指引。总的来讲呢，这个缘分是会给到你实际上的一些收获的。这份感情呢，会比你想象的更加的有价值。它会在你没想到的情况下出现，它会带给你惊喜，带给你实际上的一些帮助。而这个人本身呢，他就是蛮有能力，而且也是心态很好的人。他可能是一个非常成熟、非常善良、非常愿意去帮助别人的人。
也有可能我们这边出现了一个人物哦，你的这个缘分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的，或者是在你跟这个缘分认识的过程里面呢，是有人扮演推动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可能是个人，他也可能是第三方，一个平台，一个媒介，一个东西。总的来讲呢，这一段关系会给到你很温暖、很安定的能量。甚至他有可能是你的贵人，不仅仅是收获到一份特别的感情，也可能是给到你很强的力量。那在什么时间相遇呢？他在你特别懂得感恩，在你感情里面特别成熟，很懂得自我滋养的时候，你会遇见这么好的一个缘分。但是遇到他之前，你可能有的宝宝会经历过一些情感的隐瞒，经历过情感的一些悲痛、创伤、分手、离别，或者是有人不真诚，或者是跟一个人呢反反复复的这种分手、复合的拉扯，让你在情感里面多多少少有一些挫败感，而他的出现给到你疗愈，给到你深爱，让你真正的明白爱是什么，让你不再纠结过去的一些错过啊，过去的背叛啊，或者是过去对感情的失望。而他的出现呢，会让你看见，可能曾经你在感情里面很奉献、很付出，最后没有得到好的结果。但是他的出现让你看到你的付出，你在感情里面的纯真是值得的，会给你好的这种情感回报。另外，它也会让你有很深的领悟，原来爱情并不是永远拥有，而是学会放手，学会珍惜当下。每个人出现呢都是有意义的，他会在你感情之中学习了足够的技巧，更内心强大，也柔软，准备好去迎接真正爱情缘分的时候会出现。对有的宝宝来说，可能是在5个月之内就会遇见他，可能是在夏天或者是秋天就会遇见他。特别是你能不再封闭自己，愿意去感受爱，愿意再一次的奉献爱，愿意去接受别人的付出，同时展现自己最温暖感性那一面的时候，就会出现。在这份感情里面，你不需要去强求，你不需要刻意的去抓住，它就会像水一样自然的流淌到你身边来。所以这段感情出现的时间，不是你年轻懵懂，或者是还在纠结的时刻，而是你经历过一些逆缘，感受过失去，并在爱情里面得到深刻领悟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会给你强有力的爱的能量。哇，非常棒的消息哦！宇宙月老会派一个人给到你非常深刻的美好的爱，并且这份爱呢也是不断的提升你的，让你有更高的自我价值，让你享受高质量的爱，并且它会成就你，它会让你变得更加的美好。如果用狗狗来形容的话呢，这个人他就像是伯恩山犬一样，第一眼看上去好像很有气场，很强壮，谁也没有办法欺负的样子。外表呢是非常厚实沉稳的，给人一种不好亲近的感觉。但是当你真正的去接触它之后，会发现其实他就是一个内心敏感、柔软、善良、重情重义的人，甚至能让你觉得有时候有点好欺负。他是外硬
内柔这样的一个内心，他会默默的守护在自己家人朋友身边的。这种反差感会让你觉得特别的真实，也特别的有安全感，会觉得他真的很可爱。好，那我们继续看一下他的性格。他实际上呢，在金钱人脉上面呢，都是很大方慷慨的人，不会有太多的一些斤斤计较，非常的就是很大气。这个人呢，欲望还是蛮多的，希望在人生之中有很多丰富的体验，有一定的好奇心，有一定的冒险精神，但他不是一个爱隐瞒或者是耍手段的人，他有自己的一些原则底线，但是呢，在人际关系里面，他是希望彼此坦诚，不要有复杂的算计或者是猜忌的。别人对他很真心实意的话呢，他也是，他会将心比心。如果别人要跟他玩就是游戏呀、耍心机的话，他也是可以耍心机。别人骗他，他就会骗回去。但是别人对他有任何的尊重，就是没有任何的伪装的话，他也是会很真诚的回馈的。他本来就觉得情感应该是彼此信任，而不是互相的去控制。这个人的外表啊，看起来是很务实的，但实际上呢，他有很多对爱的幻想，其实内心里面还是有粉红泡泡的。即使他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他骨子里面还是希望爱情有很多浪漫的惊喜。他渴望的就是那种灵魂契合的关系，双生火焰啦，灵魂伴侣啊。他会偷偷的幻想未来的家，生活的细节。其实对于爱情，他多多少少是有一份纯真，有一份理想主义的。他不是一个在感情里面自私的人，其实他是有一定的奉献之心的。他也不喜欢任何的控制，他希望感情是安全又自由的。这个人呢，想象力比较丰富，个性上面容易有很多的选项或者是梦想，有时候不太容易专注做一件事情，有时候在做决定的时候会比较犹犹豫豫，会比较飘忽不定，不是很果断。另外，他是一个不喜欢竞争、不喜欢冲突的人，是可以为了和平而去选择妥协的。个性里面呢，偏向和解而不是硬碰硬，有时候会因为不想去对抗而压抑或者是逃避某一些问题。那么在矛盾里面就会愿意去退一步，或者是用沟通化解，并不是说他软弱，只是因为他觉得争一个输赢没有太大的一些意义。任何事情其实不应该是对抗的，应该尊重不同性，应该更多的大家沟通理解是最好的方式。虽然他内心也有自己比较敏感啊，容易受到情绪影响的那一面啊，可能有时候呢也是会有比较消极、质疑的想法，但是他会让自己更加的清醒，更加的理智。很多时候他还是比较节制、比较平衡的。他的生活方式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开心、轻松、自在就好了。他不会想要有过多压力比较大的生活方式。他喜欢跟简单的人在一起相处。表面上他给人一种很严肃的印象，但是他内心是很柔软、心软，很会照顾人。他也会把情绪藏在自己的心里面，不会轻易的去表达。
对于自己所爱的人呢，可能甜言蜜语没那么多，但是他是会在行动上去表达自己的真心的。感情里面，他更愿意给你空间。他希望爱情呢，不仅仅是很平凡日常的样子，还要有惊喜，还要有幻想。这个人看待人生还是比较现实的，很重义气，对人真诚，会希望身边的人都过得好。他不会过多的去追逐名利，更在意的是那种踏实感。有时候呢，也会有这种孩子气的纯真。他的星座还有可能是金牛座、巨蟹座、天秤座、双鱼座、摩羯座、射手座，或者是他的太阳、月亮、上升星座是在天秤座、巨蟹座、双鱼座、摩羯座、射手座、金牛座。这个人其实长得是好看的，他的好看呢，并不是说那种很偶像派，或者是很冷酷俊俏那种精致五官的那种好看。他的好看是属于那种耐看型，不张扬，有一种邻家男孩女生的那种亲切感的好看，而且气质里面呢有一些忧郁，有一些艺术家的气质，有一些内敛，就像是那种安静坐在角落，然后眼神里面很有故事的人，没有特别想要去引起别人的注意，很低调的，但是就是会让你忍不住多看几眼。他笑起来是很阳光，是很健康的，看起来干干净净，很舒服，眼神呢非常的真诚，没有任何的攻击性，让人很容易去信任他。他的外表呢是没有距离感的，这个人他有一定的神秘感，让人不自觉的想要靠近，也给人一种很治愈的能量。他的气质就是属于那种比较生活化的，然后很自然的、很简单的、很干净的，没有刻意的那种状态，跟他的打扮风格一样。他喜欢那种可能很基本款的衣服、休闲款的衣服，或者是很素色的衣服，白衬衫啊、牛仔裤啊，或者是 T 恤啊，这些针织衫啊。他不会去追逐太时尚或者是叛逆的那种太潮的那种衣服打扮，更偏向于经典耐看的类型，穿出来呢就是感觉很自然不做作。喜欢白色啊、蓝色啊、粉色啊、灰色啊、大地色啊、咖啡色啊这些。绿色就是看起来就是干干净净，没有距离感的。但是当他穿上正装的时候呢，他的气质还是很洋气，很好哦。虽然他平时穿着大多数比较朴素，但是也给人很有质感。他的衣服可能不是最贵的，但一定是合身的，一定就是衣服的质量还是不错的。所以看着还是非常赏心悦目的一种状态。他的身材呢算是比较标准，不会很高，也不会很矮，不会很胖，也不会很瘦。但是呢，他是易胖易瘦体质，冬天的时候就可能长胖，夏天的时候就可能会瘦一些，多吃一点就胖了，少吃一点就瘦了。就是骨架呢是比较匀称的，然后看着呢也算是比较随性、健康。他对身材不会有过度的这种执着，不是那种天天盯着镜子练肌肉的那种类型哦。看着呢还是比较修长、比较好看的，整体是看着比例非常协调的。而且它属于很耐看的，给人
一种阳光健康的感觉。可能他的基因就是天生就是身材这种基因还是比较好的。那成年之后呢，开始自律，开始慢慢有一点锻炼。他不是很爱运动啊，但是有时候就会做一些小锻炼，还是会让他整个人的体态看着比较结实。总体他的状态都是蛮好的。其实在你们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就被他的外表或者是身材所吸引了。不管你是不是外貌协会者，就是第一次你见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好看，想更多的留意他，观察他。这个人呢，他本身是一个比较慢热的类型，他可能多多少少呢，在不熟悉的人面前都是很内向的。可能他是 I 人，但第一次你注意到他，你就觉得这个人蛮有礼貌、蛮有边界感的。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聊很多，甚至有可能没怎么说话。最初呢，就是这种外貌上、气质上的吸引，但是你觉得这个人蛮真实的，也蛮真诚的，眼神很干净，给人一种可以信任的感觉。然后你也不觉得他有任何的装腔作势，他也没有故意的隐瞒什么。他身上呢也是有一种松弛感，他也没有刻意的要表现自我，就是第一次见面呢很好的气质，然后身材比较好，经济条件不错的样子，感觉也是见过世面的，他也不需要用过多的言语去表现自己，自然而然就散发出了一种魅力。整体呢，他会给到你一种很好的态度啊，很好的这种能量啊。虽然还没有到就是一见钟情哦，但是确实多多少少有点心动，留下了很好的一些印象。这种感觉记得哟。另外呢，月老要给你一些智慧，感情技巧上面的智慧。首先，在人脉或者是人际关系接触上面呢，先不要着急做判断，或者是逼自己有个答案，先适合观察，然后感受，然后让直觉去告诉你谁才是对的人。有时候呢，我们的头脑会骗自己的，但是感觉是骗不了自己的。当你感觉到这个人身上味道不对啊，或者是你在他身边，你就会觉得毛躁啊，心情不好啊，那就是能量不对的表现。如果不对，转身走开。但是当你觉得这个人，你跟他在一起很放松、很自然，有一种很真实的吸引的话呢，那么可能就是能量对了。如果能量对了的话呢，你就可以主动的有更多的一些接触。不要去犹豫，也不要被太多条条框框的思想所束缚住。想要不要矜持一点，或者是等对方主动等等的。总之呢，如果让你觉得舒服，感觉对了的话，那这个人你是可以行动去抓住这个缘分的。不要怕丢脸，不要怕犯错，因为真正合适的人不会因为你的主动而觉得你好像少了价值，低看于你，觉得你不好，反而他会欣赏你的真诚，会欣赏你的这种主动性的。喜欢你的人，随便你说什么做什么都是喜欢你的，这就是合适的人。不喜欢你的人，随便你说什么做什么，他都会觉得不对。那这些人呢，你根本不用管他们的怎么样的想，怎么样考虑，你转身走开就是了，不需要任何的一些讨好。所以在人际关系里面，主动权永远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
应该你去选择你想靠近谁，而不是等着别人来挑选你。你去决定要不要开展一段关系，而不是被动等待别人来定义结果。有时候呢，你可能会困在自我的一些恐惧里面，可能会想太多，比如说怕自己不够好啊，怕对方不认真啊，怕对方不喜欢你呀，怕对方拒绝你呀，或者是怕受伤啊等等的。其实这些都是你自己心里面的一些绳索，一旦你不被这些思想所束缚，你就会发现任何的感情都没有那么可怕，你就会发现其实别人真的没有想的那么的坏。给自己自由，你会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亲爱的，记得月老告诉你，当能量对了，就是时机对了，别再拖延，别再怀疑，真诚行动，爱情才会真正的发生。要相信自己的内在判断哦。所以你的第六感是蛮强的，用能量去感受就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月老给到你良缘的讯息，因为很可能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对方他没主动，难道你就不主动了吗？不要错过缘分了哟。好，那么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在公屏打出来，感恩月老，我会幸福的，我是丰盛的字样，让我们来抓住我们的好运。最后，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